这是昨天的你，这是今天的你，这大概也是明天的你。现在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手边是不是至少有一件早就该做完，但你还是拖了又拖的事？明天要交的报告，买了很久却只看了1%的线上课程，还有那些越积越多的未读讯息。你表面上虽然在滑手机，心里其实已经有点慌了，但没关系，你很熟悉这套流程，你会先安慰自己，明天我一定会做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？人类共通的技能就是装死。我们都超爱把事情交给明天的自己，觉得明天的我会比较自律，比较想努力，状态应该也会比较好吧。醒醒吧，别再指望明天的你了，他跟你一样想躺平。我发现啊，拖延最烦的不是我今天什么都没做，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觉，明明改过、反省过、下定决心过，还做了超漂亮的 Notion 计划表，结果过没几天，拖延又复发了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是要讲时间管理、如何自律这些大家都听过的方法，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不懂方法，我真正想聊的是，为什么拖延这么容易复发，还有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它不要3不5时又跑回来乱。我们先来拆解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群智商正常的成年人会被明天再做这句话给集体催眠。很多人以为拖延是因为懒，或是时间管理有问题，也太高看我们了吧。清醒点说，拖延很多时候是大脑在帮你逃离眼前的不舒服。想象一下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，你突然想起明天要交给客户的提案还没写，于是你打开电脑，看着文件，心想，天哪，这资料也太多了吧，要弄超久，好烦哦。接着你转头看向窗外，外面天气真好，不然我先去买杯珍奶吧。这影片看起来好有趣哦，先来看一下。等你回过神来时，已经晚上了。那个提案还在那，动都没动。然后现在你更焦虑了。看懂了吗？拖延不是不自律，而是一种情绪调节机制和心理防御习惯。当一件事让你感觉到焦虑、挫折、无聊、怕失败，大脑就很容易先选一件比较轻松的事，先逃离眼前这种不舒服再说。因为你拖延的是那件事带给你的感觉，而不是那件事本身。举例来说，你想成为 YouTuber， 但你却迟迟不开始拍影片、剪影片，那你可能是在逃避。没人喜欢我怎么办？做出来很烂怎么办？你想进入梦想中的外商公司工作，但履历还停留在一片空白。你在逃避的可能是面对那个或许很平庸的自己。你有一位稳定交往多年的另一半，但你还迟迟不结婚，那可能是你真的不想结婚。这也是为什么拖延会一直复发。它就像你大脑里一条很熟悉的逃生路线，只要一有压力、害怕、疲累，大脑就会想，不然先不要，先滑一下手机，看个影片，等有感觉再开始。这套情绪调节机制，听尔本在2016年的 TED 演讲拖延大师的脑子在想什么，这部影片中就讲得很传神。他把它画成一只及时行乐猴，抢走了你的方向盘。脑中那个理性的你明明知道该做事，但猴子根本不在乎未来，只管现在爽不爽。所以你本来只是要查一个资料，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跑去看奇怪的影片，逛一堆不重要的网站，然后一天就这样没嘞。这其实也很类似行为科学里讲的时间折扣的概念。眼前的轻松会被大脑放大，未来的代价会被大脑打折。所以现在先躺一下这件事，感觉超有吸引力的。但3天后 deadline 爆炸，你崩溃收尾，那个痛苦离此刻还很远，所以大脑感受不到。更麻烦的是，拖延这件事还会自我强化，因为你每拖一次，焦虑真的会先缓解一点，大脑就会记住，原来这样有用啊。久而久之，只要遇到类似的情景，大脑还是会带你走同一条路。这也是我觉得拖延最可怕的地方，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循环，不舒服逃一下，暂时舒服了，下次继续逃，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，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？先不要急，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拖延会复发不代表你没救，它只是代表你的复发点还在。那什么叫复发点呢？就是那些一出现就很容易把你推回旧模式的东西，像是压力太大、太累、心情很差、目标太遥远、完美主义发作，或者你又想靠最后一刻肾上腺素救自己。所以比起一直研究怎么逼自己自律，我们或许更该专注于
怎么减少复发点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聊聊，如果你又复发了，第一步应该要做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先不要责备自己。很多人拖延后最认真做的事不是工作，而是进入自我审判模式。我怎么又来了？我是不是没救了？我真的好失败哦。但问题是，自我苛责不会让你比较想开始，通常只会让你更羞愧、更焦虑、更想逃而已。这就很像你走在路上被石头绊倒了，结果你还顺手拿石头打自己的头2下，何必呢？拖延已经让你卡住1次了，不要再用自责把自己卡住第2次。把自己从情绪泥沼里拉出来后，如果你想快速改善，先不要想着制定多完美的计划，那太累了。你先让自己动起来就好。我觉得最有用也是我最常用的是这3个技巧。第一，把大任务拆成小事情。我们的大脑很怕那种又大又模糊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东西，一想到要写报告就很累人。但是先开档案，先列标题，先写第1段，烂一点也没关系，听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可怕啦？任务一小，阻力就小，你比较不会还没开始就先被吓跑了。第二，5分钟起步法。先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完，只要跟自己说，我先做5分钟就好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做不到，你只是卡在开始前的那一坨不舒服，所以这时候先小步启动，先让身体进入状态就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想都不要想，直接开始就对了。先做5分钟，然后你想怎么样都行。第三，设计环境，不要每次都跟你的意志力硬碰硬。你不累吗？其实你可以让自己更轻松的开始，像是把手机放远一点，把工作要用的档案先开好，把跑步时要穿的衣服、鞋子先准备好。这些小动作看起来很普通，但他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减少阻力，增加行动提示。透过营造一个简洁、具暗示性的环境，能够帮助自己尽快投入，减少分心。但老实说，这些都比较像急救，能把你从地上拉起来，但不代表能帮你减少之后跌倒的次数。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减少拖延复发的频率呢？你有没有那种很讨人厌的亲戚，或是很烦人的邻居？你不喜欢他，他却常常跑来你家烦你。我觉得拖延就很像这种亲戚或邻居，时不时会出现，扰乱你的生活。我想了一下，为什么他这么爱来呢？难道是我长得特别好看、特别可爱吗？我后来发现原因了，是因为家里面有他爱吃的点心。那些点心就是焦虑、疲累、挫折、恐惧、完美主义、对自己没信心。他真的超爱这些的，所以真正的治本不是每天站在门口跟他打架，你会很累，而是让他慢慢发现，你家怎么不香了？哼哼，因为我都默默在做这些事情啊。第一个治本方法，维持稳定的身心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生常谈，但它真的很重要，好吗？因为很多时候会拖延，不是你突然变懒，而是你太累、太烦、太乱了，大脑只想先选择最低成本的活法，而你原本建立好的节奏，这时就很容易崩塌瓦解。所以如果你想减少拖延复发，你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身心状态，在快被榨干前，先把自己拉回来。第二个治本方法，设 deadline， 但不要掉进 deadline 陷阱。很多人不是没有 deadline， 而是太依赖 deadline。平常能拖则拖，等到最后一刻才爆冲，靠恐慌、熬夜、肾上腺素硬把事情生出来，这就是很典型的 deadline fighter。前面提到的 Tim Urban 其实就是这类型的人。最后一刻那种小宇宙大爆发，偶尔真的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很高效，但问题是，你会慢慢误以为我就是要等到快到 deadline 才有办法动啊。我自己以前也很常当这种 deadline fighter， 后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，在最终那个大 deadline 之前，设定多个短周期的小 deadline。我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大滴小一，取这个名称没什么意义，只是为了方便好记而已。也就是不要只盯着最后那个 deadline， 而是把整个任务拆成多个短周期可调整的小 deadline。如果把你要做的那件事情想象成是在玩一场游戏，那最终 deadline 就是大魔王，而小 deadline 就是每一关的小魔王。你不能每次都等到最后才冲去打大魔王，你要做的是每一小段时间都过一关的小魔王。
这样做有2个明显的好处。第一，你会一直看得到进度，而不是永远卡在我好像都还没开始。第二，你可以视情况调整，不用一开始就要求自己做出完美版本。第1个小1周期，你可以先做出1个小成果就好。第2个、第3个小1周期再来修改，慢慢调整，逐步往前。这对那些很容易因为完美主义而卡住的人特别有用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那种没有明确期限的人生目标。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被搁置的梦想，可能是创业、写小说、经营频道、学新技能、去某个一直很想去的国家旅居。这些梦想之所以只停留在空想，是因为它们太大、太远、太模糊了，所以很容易被无限期搁置。我们很容易忘记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明天再做，以后再说，等我有空，就变成了我们最常对自己说的口头禅。但如果现在你眼前有一个看得见的具体目标，还有一个你可以很轻松开始的小步骤，那是不是就能让你真正动起来呢？这就是小 deadline 的价值，不是我明年要开一间咖啡厅，而是我这周要先做哪一小步呢？第3个治本方法，累积成功。你一定听过这句话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但我觉得成功才是成功之母。因为成功不只是让你开心一下而已，成功会慢慢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你成功1次可能觉得没什么啊，但你成功很多次之后，大脑会开始学到，原来我做得到，原来我不是每次都会失败，原来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废。当你累积的成功经验越多，你就对自己越有信心，你也会越有动力，越不怕开始和挑战。接着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你会开始发现你做起事情来越来越不费力。以前觉得很难，总要拖好久才不情不愿开始的事情，现在好像变得很轻松就可以开始嘞。这就是心理学说的自我效能。简单来说，累积小成功会换来大自信。当你不再被焦虑卡住，拖延的情况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让你越做越顺的正向循环。看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会想，好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拖延了，我要终结它。这种话听起来很热血，但也很像在唬烂，很像诈骗集团会说的话。我比较相信的是，拖延不一定会完全消失，但你可以让它不再那么容易左右你的人生。你可以在又累又烦的时候，比以前更早发现。你可以在没有 deadline 的梦想面前，比以前更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。你也可以靠一次一次的小成功，慢慢把那个总是想逃的自己带回来。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拖延，是你慢慢习惯了当自己人生的旁观者，一直想，一直等，一直准备，一直把希望寄托在那个明天会突然开窍的自己身上。但人类宏观而伟大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，明天的你不会突然开外挂，真正会改变你的不是某个神奇的早晨，而是你今天有没有开始让拖延越来越少有机会再回来烦你。我是隔壁的金小姐，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见。